如果你还觉得中国的经济还有救，那只能说明你家没在抢补贴。2025年5月以来，中国以旧换新补贴计划在多个省份全面爆雷，补贴资金被抢空，系统瘫痪，地方申请紧急叫停，民众焦虑，政府慌乱。这场全国动员式的消费刺激计划，不仅没能拯救内需，反而把北京的财政底库一并扒光。为了拯救下滑的内需和被关税打击的出口，北京在2025年年初将以旧换新补贴规模从去年的1500亿元翻倍到3000亿元人民币，被视为年内最大手笔的财政刺激政策。表面上看，这一波刺激的确激活了短期数据。5月家电与电子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超 50%， 为过去18个月最高值。多家平台和品牌宣称销售额环比翻倍，下沉市场参与度创历史新高。在多个省市，618节点补贴额度几乎在2周内消耗殆尽，但繁荣只持续了3周，随后局部崩盘接连上演。河南、重庆、江苏、广东等地补贴资金全部用尽，部分地方财政公开公告暂停申请，甚至连审批系统都被强制关闭。据彭博社和中国地方媒体报道，一些地方财政部门在内部通报中坦言，上级补贴下拨不及时，本地财政无法先行垫付。为了不引发大规模退补、退货、信访投诉，不得不临时限制补贴申请。疯狂的抢补贴，表面是消费热情高涨，实质是长期消费低迷下的一次政策套利狂欢。据中国银保监会与国家统计局联合数据，截至2025年5月，居民存款同比增长仅 3.2%， 创近年来最低。全国社零增速仅回升至 3.7%， 扣除通缩因素后实际为负增长。超过 60% 的家庭依旧以削减非必要支出为主，年轻群体更是偏好提前还贷。中长期消费贷款如装修、购车下降 22%， 创下10年新低。这意味着中国人根本不愿花钱，只是为了占便宜才抢了这一波补贴。而政府为了这一波面子数据，把自己掏空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率提升至30多年来最高水平，特别国债发行规模提升至 1.8 万亿元人民币，较去年激增 80%。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，多地靠隐性债务借新还旧维持运转。光以旧换新计划就吃掉了3000亿元真金白银，而这3000亿仅能撑住2个月。几乎所有主流经济机构都在警告，这不是复苏，而是透支。补贴的迅速使用说明，该政策在促进目标商品销售方面有效。但考虑到财政能力的限制，在短期刺激消费之后，仍需可持续措施维持消费动能。彭博经济研究院指出，家电类的以旧换新政策导致的销售激增，掩盖了其他消费领域的疲弱。数据看上去好，但底层是结构性失衡。高盛经济团队更是直言，这不是消费行为的转折点，而是政府主导下的一次性放量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切都靠财政砸钱砸出来的假象，一旦补贴断流，一切又会跌回冰点。系统漏洞、套利盛行，政策就是演变成薅羊毛盛宴。以旧换新的本意是推动居民更换老旧家电、汽车、数码设备等耐用品，拉动内需。但在地方财政与执行机制缺乏配套的情况下，这项政策迅速沦为套利工具。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与财新报道，多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中涌现大量0公里二手车套利行为，车商注册新车后马上退税转售，以获补贴，车辆从未真正上路。家电类产品价格先涨再补，实际优惠极低，
部分企业还利用补贴制造虚假促销，抬高出厂价套利。多个省份被迫叫停汽车类补贴，浙江、广东、山东等地开始调查内部灰色交易。这不是以旧换新，而是以政策换利润，以财政换套路。而承担最终代价的是本就拮据的地方政府财政。面对地方财政集体吃紧、补贴被滥用的局面，北京却依旧不敢停。哪怕钱已经快烧光，政策漏洞百出，中央政府依然咬牙往里砸，因为北京真的没牌可打了。首先是外部环境逼得太紧。2025年4月，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对中国电动车、锂电池、关键芯片等高端制造品加征关税，幅度高达100%，对中国产业链造成重击。加之欧美经济疲软，中国出口连续3个月负增长，5月出口同比下降6.2%，创近2年新低。出口不行，就只能靠内需，而内需又疲软到了极致，北京不得不靠以旧换新来制造幻想，给市场和国际资本一点信心。中国的财政已经被压到极限，几个关键数字触目惊心。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9.6%，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财政基本崩溃，多地财政收支严重倒挂，河北、辽宁、贵州、甘肃等地地方债务偿还压力极大，教师、公务员延迟发工资现象频现。政府公开承认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偿债压力。全国人大审计报告中提到，地方财政收支风险已出现区域性暴露。即便如此，北京依旧不敢喊停，因为一旦补贴全面中断，群众消费被中断，企业销售断崖式下滑，就不是数据难看那么简单了，而是经济信心彻底崩盘。正如摩根士丹利指出，在当前对外出口承压、房地产复苏无望的背景下，消费是北京唯一能打的一张牌，哪怕这张牌已经快打烂。消费信心这个词，北京喊了3年，但始终没人信了。2022年喊恢复消费信心，结果上海、深圳接连封城。2023年喊恢复信心，结果房地产全面崩盘。2024年喊恢复信心，结果地方政府集体暴雷，年轻人开始提前还贷，不婚不育，少子化严重。2025年又喊恢复信心，靠补贴加特价加薅羊毛，结果3周热闹，一地鸡毛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2季度居民调查报告显示，有 55.3% 的居民更倾向于储蓄，更倾向消费的仅有 17.8%， 为历史低位。同时，未来收入预期下降的人群比例创新高，尤其在18至35岁群体中高达 61%。也就是说，政府在补贴，企业在吆喝，但普通人没钱、没安全感、不敢花，才是真实的中国经济图景。消费从来不是靠政策砸出来的，是靠信心和收入支撑的。以旧换新拉动的是短期数据，透支的是长期结构。专家早已指出，刺激型消费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力。2023年的汽车补贴拉动销量增长 12%， 但2024年就被证实透支了2年需求。2024年下半年家电降价潮来袭，厂商库存爆炸，价格战频频失控。如今以旧换新重演这一逻辑，只会让厂商产能误判，地方财政失血，消费者习惯于等补贴，进一步扭曲正常的市场行为。此外，财政的资源错配也在加剧。3000亿元补贴大部分流入大品牌、大平台，真正中小商户、小城商家、边缘消费者几乎未受益。彭博社评论称，这种刺激计划未能拉动广泛分布的消费，只是放大了大企业的规模效应，使财富更加集中。最后一问，
当以旧换新都撑不住，北京还有退路吗？没有。房地产没戏，出口靠不住，产业升级被卡脖子，科技战愈演愈烈，地方战压顶，人口红利消失殆尽，这就是2025年中国的现实。以旧换新是北京用财政透支搏命的一次豪赌，但结局已经写好。群众疯抢的是补贴，不是希望；政府砸出的不是消费，是绝望。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刺激政策，而在于刺激完了，谁来接盘？以旧换新，换不来新生活，只换来旧制度的尴尬。撒钱拉动不是改革，只是掩盖。北京的最后一张牌打出去了，问题是底下没人了。